Hello，大家好，我是 Sophie，欢迎回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我卖掉过的设计师包包。那我卖掉过的设计师包包主要包括两个品牌，第一个呢是非常奢华大牌的 Chanel， 那第二个呢就是比较低调小众的 Mansell Gavier。先来说 Chanel 的包包吧。第一个卖掉的包包呢是 Chanel 的 GST Grand Shopping Tote。那这款包包呢，其实有很多明星达人都背过。那它有着 Chanel 这种经典的格纹设计，而且它的容量比较大，照理说应该比较实用。所以我当时呢，基本上是没有做太多功课，就冲着它的样式好看，而且性价比比较高，直接就买了。那买到手之后，用过几次就非常的后悔。那缺点呢？第一就是自重非常的重，因为我的那个 GST 是荔枝牛皮做的，牛皮的自重本来就比羊皮要重很多，再加上那个包包的尺寸真的是非常的大，所以我感觉即使是空包的时候提在手里就非常的沉，再加上它的容量大，你就习惯性的会扔很多东西，比如说电脑啊、书本啊进去，然后挎在肩上真的是非常的沉。我每次背了那个包，我肩膀上都会勒出红的一道印记，所以最后我都放弃，基本上不背那个包了。那第二个缺点呢，就是它的肩带特别容易滑落。我其实呢不算一个肩膀很窄或者是溜肩的人，但是我每次挎那个包的时候，那个肩带就不断的往下滑，所以我需要不断的把肩带往肩上扛，然后真的是非常不方便。那经过无数次的尴尬之后，我就放弃了，不往肩上背了，用手拎。那手拎呢真的是非常沉，所以我还是不用那个包了，最后把那个包卖掉了。卖掉这个包给我的教训就是，买包之前一定要多做攻略，多看评价，多去试背，想想它适不适合自己。比如说我个人来讲，我就特别不喜欢重的包，那即使一个包它的外形很好看、很时尚、很经典，但是它的自重重的话，那我以后也绝对不会考虑。那我第二个卖掉的 Chanel 包包呢，是米色牛皮经典翻盖包。那个包包呢，我其实有做过 review， 你可以去看一下。那其实在买这个米色翻盖包之前，我是做过功课的。我当时知道我要买荔枝牛皮，要经典的中号。在颜色方面，我当时就觉得米色精炼是非常经典的搭配，然后搭配浅色衣服非常的好看，搭配深色衣服也可以，所以就买回家了。不过发现买回家之后用的频率非常之少，原因就是第一，我非常爱穿牛仔裤，那牛仔裤跟这个浅色包包摩擦呢，就容易把浅色的包包染色，所以我很少使用。再加上呢，有了宝宝之后呢，你就会非常担心宝宝会把这个浅色的包给弄脏，所以也非常少的使用。那相比之下，我差不多同时购买的那个深灰色的经典翻盖包，我就非常频繁的使用。那使用了3年，它的状况也非常的新。所以呢，我前不久就把这个米色经典翻盖包给卖掉了。卖掉这个包给我的教训就是在买包之前一定要想好自己平常经常穿哪些衣服，是什么样的 lifestyle。如果担心包包弄脏磨损的话，那还是尽量少买浅色的大牌包包吧。那第三个我卖掉的包包呢，就是 Mansell Gavier 的 Bucket Bag。那 Mansell Gavier Bucket Bag 呢，我其实做过 review， 你可以去看看我的视频。那这个包的优点呢，自然不用说，因为它非常的轻便，红色也非常正，能够给你的整身搭配进行很好的提亮。那它缺点呢，就是第一，4个角非常容易有磨损。我拿到这个包用了1周之后，它的4个角就已经磨损了。那我现在用这个包已经有1年了，然后它的磨损真的是特别严重。那我担心这个包可能再过2-3年就磨得不成样子，没法用了。那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包非常的挺阔有型。那这个包即使是空包的时候还能保持它原有的样子。那从造型来说是非常好看的，
但是从实用上来讲，可能就不是很方便，它的边角经常会撞到人。那我的女儿才几岁，她的头就经常被我的那个包包的边角给撞到。那我今年夏天要生第2个宝宝了，所以我担心她对我的2个宝宝都不是很安全。那未来几年用它的频率也非常少，所以我就果断把它卖掉了。那第4个我卖掉的包包呢，就是 Monsieur Gabriel 的 Mini Lady Bag。那这个包我同样也做过 review， 你可以去看一下。那这个包包的优点呢，也是第一自重非常轻，第二呢，非常非常的有型，非常好看，容量也比较大。但是缺点呢，首先就是它特别容易划痕，然后边角也是特别容易磨坏。第2个缺点呢，就是它的植鞣皮特别容易留下水印。那我现在住在湾区，冬天几乎非常频繁的下雨，那一旦下雨我就没有办法背这个包出去了，那使用频率也会大大降低。第3个缺点呢，就是它挺阔有型的边角容易撞到人，特别是小朋友。那所以基于以上种种原因呢，我就把 Monsieur Gabriel 的 Mini Lady Bag 给卖掉了。那综上我得出的教训就是，买包之前一定要多做功课，多看评价，多去试背，然后多想想自己的衣橱当中有哪些衣服，经常做什么样的搭配，然后多去想想自己是什么样的 lifestyle， 比如说有没有小孩，是不是喜欢手拎，是喜欢斜挎，还是单肩背，还是双肩背，是喜欢大容量的包还是小容量的包，这些都需要考虑清楚，而不是跟风看看别人都有什么包，别人都背什么包好看就去买一个同样的包。那以上就是我卖掉的设计师包包以及原因。那希望你会喜欢这个视频，如果你喜欢它的话，不要忘记给我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哦。那我们下次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欢迎回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Chanel Wallet on Chain 和 YSL Wallet on Chain 对比评测。